杀了上面，二爷必要重赏。我以为是个未婚，他说就急着赶尽杀绝。贪污军饷，背叛党国，你知道什么下场吗？香，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他妈跟你拼了！兄弟们，一定要抓到韩婉宁，不可以让他活着回到韩家，明白吗？是。配合点。给我到处找找。找。妈的，人跑哪儿了？这是？真他妈晦气！找着没？快，那边找找。走。你找死走！不是你说的要配合一下吗？去那边看看。你把我嘴都咬破了，你得负责吧？我势单力薄，需要帮手。身手好，长相依离，身材……啊？不负责。那你打算怎么负责？约个婚？吴叶婷，你这次的任务是夺取韩家财产，为我中统所用。可以一试。叔啊，我大哥不在了，这韩家不能一日无主啊！您看这家主之位，庆云的长子春林早亡，次子秋阳当兵后杳无音讯。婉宁倒是常年跟在庆云身边，可惜是女子。谁说女子不能当家啊？他没死。常言说得好啊，嫁出去的女儿偷出去的水，让你当家，那是想让韩家家产落入外人之手。我可以招婿。就你那未婚夫叶凡身在海外，风流成性，如果他想履行婚约的话，早就登门提亲了。宝贝儿，我来了。我需要一个赘婿，你嫁给我，帮我拿到家主之位。可以，但我们加钱。钱塘城名刘家的公子我都认识，怎么没见过他呀？叔公，咱们韩家好歹是豪门大户吧，就是想入赘，他没那个资格呀。我可是岳父生前亲自认定的女婿。你是叶凡？没错，我就是你们口中那个风流成性的叶凡，你的未婚夫。他是叶凡，这么巧？叶家好歹也是名门望族，我就不信了，你会入赘？这福气，连神仙都不换。我们之间只是交易关系，人情眼爱，夫妻然后互不干涉。等到我拿到家主之位，我会给你隔墙有耳，听我指挥。哎，夫人，这不像吧？那怎么着？你过来，过来，你叫。叫。
哎呦，在国外待过的就是不一样啊，真会玩。走，报告老爷去。秦岭淮河，我左，你右。下，我上。他何时变得这般结实了？小时候连搬把椅子都要挺粗气。夫人醒了。谁让你上我床的？下去！夫人，你是不知道，我自小呢身体就娇弱，这冰凉的地板睡不得，会出事的。林大爷那套对我没用。小姐，二爷三爷来了，说是要喝新姑爷敬的茶。知道了。哎，做戏做全套。去吧。二叔、三叔，请用茶。婉宁啊，不是三叔说你，既然当家，就应该有当家人的样子。看看你们俩放浪形骸的，会被人笑话的。管理商行并非儿戏，若不能胜任，哪儿让贤？二叔、三叔，话可不是这样说的。外面多少妖艳贱货盯着我们家婉宁呢？我要是不努力些，万一她被那些狐妹子勾了去，你俩养我，是吧，夫人？干什么去？去纨绔该去的地方。仔细不敢。小姐，调查老爷死于的线索被日本人掐断了。知道了。去福利院。夜色之城伪装的收尾吧。小姐放心，帮我把他甩了。假面三凤剑露寒光，信仰如星飞渡汉家，每一步都踩着风霜，刀光剑影刻入沧桑，血雨腥风怀热望，为山河无涯，把生死放一旁。海棠姐，此地不宜久留，跟我走。怀宁同志，恭喜你，组织正式批准你加入浙东临时特委，代号飞鹰。飞鹰，这是我哥哥的代号。7年前，韩春林同志为了促成国共合作而牺牲，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我哥哥一心抗日，接下来我来完成他未尽之事。万宁同志，太平洋战役以后，日军正式推出了1亿玉碎计划，他们裹挟孩子们参加自杀性袭击，甚至现在准备对浙江进行细菌投毒，真是丧心病狂。哈堂姐，组织有什么指示？自杀日本细菌研究所专家古田。婉玲并不辜负组织的期望，杀了古田，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彻底击垮。万宁，这是组织截获的情报，此次特工肖也将参与刺杀行动。这背影好像叶凡。海棠姐，这个人交给我去调查。日伪双方都曾派的重兵，由政治保卫部的邹志成负责古田的安保，目前还没查出具体藏身之处。叶凡，这刚求婚就出来离婚，有好戏看哟！还是给留步。苏志成，口汉奸还真是阴魂不散。不知韩小姐可否赏光与苏某共进午餐？小姐，姑爷在迪来乡出事了，二爷请您速去。一个赘婿也这么不安分，需要我替你料理的他。家务事就不劳苏科长费心了。这就有毒。婉宁，你要不要上楼上看看？
这叶凡刚新婚第2天就出来寻花问柳，这要是传出去，那我们韩家的颜面还要不要？就不劳二叔费心了，叶凡的事情呢，我自会处理。烂泥扶不上墙。啊，老三怎么是你啊？三叔好兴致啊！是你，喂，是你陷害我的！怎么是我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中药了，赶紧送他去医院。好。能把二叔三叔甩得团团转，真的是个二师傅。一定是你陷害我的！三叔，你何必行如此大礼啊？他现在不会丢人吗？夫人，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喜欢谁，跟谁来往，我管不着。但是在契约期间，请遵守规矩。夫人，这二叔三叔分明是冲我来的。掉头，把叶凡接上。好的，小姐。我听说你哥在接触一位重要的日本军官，还对韩婉宁有意思。我哥不可能，我看倒是你被韩婉宁迷了心智，忘了自己的任务。开车。婉宁，婉宁，不演了。新婚第2天，丈夫就露出风流本性，赶出房间，合情合理。不是夫人，你怎么那么大口气？这女人的心思真难猜。等我找到古田，就该轮到你们出来。我哥说今天有个女人约了他，你猜是谁啊？你就没从你哥那打听到一些有用的消息啊？一看就是去了城外。他怎么在这儿？苏科长，祖母公务在身，韩小姐久等啊。我也刚到，请坐。铺腿间的谜底，鞋上沾着叶子，这几日城内并未下雨，看来只有出城了。苏科长，婉宁刚执掌韩家，这日后还得请苏科长多多照顾啊。愿为韩小姐解忧。是他。哥，原来约你的人是韩小姐啊，一起吧。韩小姐，贵府的赘婿还真是风流成性，连我妹的主意也敢跑，真替韩小姐感到不值啊。这葡萄看着就酸。请慢用，韩小姐，不甜品。还是叶凡哥哥懂，知道我最爱喝汤。我这人不喜欢夺人所好，这汤就苏小姐喝吧。黄龙山肉庄，我跟小苏就是普通朋友。你最好离我妹远点。哥，那按照先来后到，韩婉宁才是第3者。哎，苏小姐这话不对吧？是她嫁我，这不是我嫁她。要是苏小姐没搞明白赘婿2个字，就别在这里说什么先来后到了。这有个毫无用处的对比，
这么争风吃醋，不值得。我跟我夫人情深意切，不是随便一个第三者就可以挑拨的。哎呀，我这上行还有事儿，那我就先走了。送你。苏科长，有劳了。夜色织成伪装的谎，假面藏锋剑露寒光。信仰如星飞渡寒江，每一步都踩着风霜。谁？好熟悉的感觉。他身上可真香啊！还是只小野猫呢。又换香水了。我乐意。蝴蝶小姐最近帮了我一个忙，正好我想送她一瓶香水，回个礼。花天酒地，怎么可能是特工？既然是韩家欠了人情，改天我让荣叔送过去就是了。夫人深明大义。你昨天晚上去哪鬼混了？哎，夫人，我们俩刚刚新婚，这种话传出去不好听。哦，哎呀，我们还没度个月吧？你想去哪儿？黄龙山庄。哼，那的西湖醋鱼好吃。张总，例行检查。例行检查。查，得查，都是些日常用品，您随便查。这个要查？这个就不必了吧，小提琴。嗨。这琴可是意大利著名的制琴师安东尼奥的杰出之作，您可得小心点儿。破琴而已。怎么是破琴呢？来，我给您拉一圈。哎，快点进去，别让这老去。这琴弦松了，我去紧一紧。银河也脏了，我去擦擦。我饿了，陪我去吃东西。站住！这里不让随意走动。我们是山庄的客人，也不行吗？整栋楼被我们包下了，请回吧。怎么回事？再吵吵，影响了太君休息，统统抓起来！不让进就不让进，那我们去泡温泉。泡泡更健康。哼。
谁？吃点儿。武田在哪？这里还有刺客，每隔3个小时都给太君放一次房间，具体位置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倒是想看苏志成。每个房间都巡查一遍，免得有人浑水摸鱼。是。夫人，你不是泡温泉去了吗？怎么提前回来了？身体有些乏累，回来躺会儿。多挨个房间搜，我就不信抓不到他。啊，哥，我帮你抓刺客。你们怎么可以？怎么不可以了？就是夫妻。苏科长，你擅自闯入我和我夫人的房间，是何用意？山庄出现刺客，奉命搜查。就别说错。哥，我看韩婉宁就十分可疑。陆科长的工作是妹妹指挥的吗？走。你刚才为什么扑我？我一时被男色迷惑，不行吗？夫人，我们说好的是契约关系，你现在违约在先，你打算怎么补偿我？你想怎么补偿？我要加钱。太好了！军爷的东西越来越香了！恭喜太君，贺喜太君啊！菩萨，完成这项伟大的艺术，你功不可没！哈哈哈！还要为我多多提供烟幕！分明是拿活人做实验，阴差让我来背。是该死的乡试班，连小孩和孕妇都不顾，早晚有一天让你们血债血偿。怎么回事？有人误触了报警按钮。找2个人看着消防报警装置，任何人不许靠近。是。到。
该死的蟑螂！这几次换房间也没到3个小时，什么情况？王浩一点规律没有。8点了，必须动手。那洗个澡掉河里去了。我去酒廊喝一杯啦。毫无关联，我漏了什么？511、235、16、611。如果我们把它按乐谱排列的话，红蜻蜓、长期童谣是236房间。房门没锁，耍什么花招？潘小姐，一位先生说你有东西落在230房间了，让您抓紧去取下。应该是行动队的同志打探到房号了。我这也太不小心了。那行，一会儿一位姓叶的先生过来，他的酒借我账上。穿同款啊，自己人。谁跟你自己人？我看咱目的一致，要不合作一把？哼，哎呦，这么凶，你也不怕你以后娶不到老公？送到这里，没有送到给莫过可来。要是再抓不到刺客，就让三门拆了你的痣。太君，给您送点水果。进来。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说，把君夜藏哪儿了？你们这是在和大日本帝国作对，想想后果啊！再给你次机会，把君夜藏哪儿了？你数据已经传回了总部，你们拿了也没有用。你们这些日本人，居然用孕妇和孩子来做试验！等总部君夜生产出来，杀光你们这些掐得住！为了大日本帝国伟业，区区几个元木算什么？元木，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为大日本帝国事业尽忠是他们的造化。封锁整个酒店，
一只苍蝇也别给我放出去！对边都说过了，我就上床，我注意，别乱动，别乱动。对啊，现在知道疼了吧？活该。消息难道是他给我的？哎，咱们俩现在也是过命的交情了，朋友总算吧。可你是国民党特工肖，逃不动，不想为谋。队长，这个跑了，调虎离山。苏科长，你一而再的闯入我们房间，打扰我跟我夫人度蜜月，究竟是何用意啊？例行检查，最好与你们无关。为什么？荣叔今天怎么没来？荣叔有别的事要吗？哦，上车。荣叔，东西都安排好了吧？小姐放心，已经送到福利院了。小姐，不好了，咱们那批酒说是假酒。假酒？什么时候的事儿？就这2天，之前进货的酒都没问题，应该是有人使绊子。趁我不在，背后搞鬼。啊，对了，2爷3爷刚才来过电话了，说是让您去趟商行。正好去会会他们。我也去。你去又帮不上什么忙。我去放松放松。走吧。哎呀，这生意越来越不好做，这怎么办呢？老板娘，你这一接手韩家，就闹出了是假酒的丑闻。今天你必须给董这么一个交代。女人呢，到底是上不了台面，满脑子都是风花雪月。我看这家主掌权，你就交出来吧。2位叔叔，这是要逼宫啊！现在就因为这假酒的事情，很多商家要跟我们终止合作，总得有人出来维护韩家的声誉吧？一介女流抛头露面的，这成何体啊？我看这假酒是个幌子，夺权才是你们的目的吧？老板娘，不要胡说八道啊！二叔急什么？莫非真被我说中了？这假酒是你调换的事情？何必跟他多浪费口舌呢？我们现在开始表决，同意罢免韩婉宁的，举手。我看谁敢罢免我夫人。你来干什么？叶帆进了韩家的门，自然有权做韩家的主。2叔3叔说的对，确实该罢免。一个女人家的，在外面抛头露面，把生意做这么大，您让2位叔叔把脸皮往哪搁呀？叶凡，你个赘婿，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啊！是我话确实多了点儿。那我继续回我的蝶来香，请大家喝咱们韩家的假酒吧。不要胡说八道！你激动什么呀，二叔？看看吧。当我跟二叔的手下王虎喝酒的时候，他亲口跟我说，他给到山本大佐的那瓶清酒是真酒，给到诸位的全是假酒。二叔，你这样做不太地道吧？哥，
对，你跟日本人有关系啊？没有的事儿，别听他胡说八道。把人带上来吧。二叔，是他说山本大佐喝了假酒，要抓我坐牢。我得写下他证词。叶凡，我真是小看了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你把这事儿认了啊！我保你全家平安。你可想清楚啊！这要认罪的话，不仅会坐牢，还要赔偿巨额赔款。恕我知下不言，这所有的责任由我承担。哎呀，哎，各位，二哥呢也是识人不清，还受了骗，他已经付出了代价。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三爷说的对，这事啊就这么翻篇了啊！不愧是二爷，有责任有担当。算了，刚刚逼我退位的时候，没有人打圆场。夫人，以后我给你撑腰。前段时间呢，查看我爹留下的账本，发现这账本里7、8笔坏账，看来这个账本得交给警方了。婉宁啊，刘叔年纪大了，眼盲耳聋，你千万别计较。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滚出韩氏商行。报告，一国的重要人物在你的眼皮子底下被刺杀，站住！大佐，请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有把握，这次一定揪出凶手。只要把事来，人人被造。哼！刚才谢谢了。打算怎么谢啊？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吧？那你想要我怎么想？小姐，荣叔，这是蝶来香送来的，说是姑爷给母女们打赏的欠条。这么好。那些女孩啊，迫于生计，生活也是怪可怜的。我呢，不忍心，我就多打赏了些。夫人肯定不会介意的，是吧？我不介意。荣叔，把钱给他们。是。我就知道我的夫人最大方。亲亲。那个，你今天怎么想着来这儿啊？我上次看你跟苏敏敏一起来看戏，怎么，她能来我不能来啊？吃醋了？少不多说。我出去方便一下，马上回来。不是，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这里是我们的秘密基地，你怎么带他来了？说好的假结婚还搂起来，他带我来的，拦不住。要是让上峰知道你对他动了心，一定会严惩你的。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叶凡，叶凡，找你半天，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不看戏呢嘛。刚跟谁说话呢？怎么想我了？不正经，放手。我看什么呢？哟，韩小姐来了。
你跟别的女人看完戏曲，也带她们来买珠宝吗？当然不是了，你是第一个。这块能入您的眼确实不错。啊！这上面镶嵌的可是非常罕见的大宝石，戴在您身上真是雍容华贵。全都包起来。好嘞。哪来这么多钱？山人自有黄金屋。我看是我每个月给你的零花钱有点多，从下个月开始减半。这不妥吧？看你表现。包起来吧。好，这套珠宝我要，这套珠宝我要。不好意思，这套珠宝韩小姐已经预定了。怎么，觉得本小姐付不起钱啊？不是，苏小姐你误会了。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钱买不到的东西，不管多少，我都要。苏小姐固然有钱，但有些钱呢，我们韩家也不稀罕着。你什么意思啊？这家店是你的？别烦哥，别烦，啊，帮我带着。你不就有钱爹吗？哎，胡说！这家店可是我们东家白手起家创立的。不愧是我夫人。油嘴滑舌。走吧。不想死的，偷偷给老子蹲下！不想死的，偷偷给老子蹲下！不许动啊！蹲下，下，下。知道我哥是谁吗？劝你们乖乖缴械投降，否则没你好过的事。小妞儿，就连日本人都得给老子三分薄面，管你哥是谁呢？各位，你们要是图财的话，我们珠宝店里东西随便挑，但是不能伤及任何人性命。嘿嘿，小了，老子今日不止图财，还想劫色啊！干什么呢？我还在这儿，当我死人呢？你他妈的！别杀他！要杀他！他是这家店的老板，还是韩家上层当家人，他有这钱，你救他。苏明明，一旦确定他们是刺客，可杀无论。不许伤害我家小姐！你他妈老不死的，想死！老不死的，想死！做戏做全套。我死了。叶凡哥哥，我好怕你。我也怕呀。明明，哥，夫人，没事吧？什么情况？哎呦，我怎么知道啊？吓死了！你们杀的？啊？哎呦，苏科长，我倒希望这劫匪是我杀的，但我没这个本事不杀。你看我这样子像杀手吗？
我的话你不信，令妹的话，你总该信吧？哥，他们分赃不均，然后就不开枪了。自相残杀。所有人都有嫌疑，全部给我带回去，好好审。千万不能跟他去这里。万一杀古婷的事暴露，万一杀劫匪的事暴露，后果不堪设想。来警局，我这边是韩氏商行珠宝店的，我们这边发生了枪杀案，你们尽快出警吧。啊，你不会以为我害怕警察吧？你不会以为我害怕警察吧？苏科长，这几个人看似是绑匪，实则另有所图啊！我管他图什么？跟我回去，我自会调查清楚。进了政治保卫部，有你好看。哼！刺杀古田的事，你最好老实交代，免得测出来受皮肉之苦。安小姐，听苏某一句劝，把你知道的都说了吧。苏科长，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真没什么好说。那希望接下来安小姐还能像现在为苏某着迷。接下来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或否。你是否进过古田的房间？否。否。你了解过书记密码吗？否。那你是共党吗？否。你是否参加过一些特务活动？否。你是否接受过特殊军事训练？否。否。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朱科长，我可以走了吧？韩氏商行还有很多事都等着我处理。本科长今天还有别的事情处理，今天暂时就先放了。珠宝店那些劫匪，是你杀的？啊，我杀的。难道你是萧？我要有那能耐，你还不被我迷得神魂颠倒吗？用脚啊手！进来。小姐，药品都买好了。眼下日军对药品查得很严，但是人命关天，一定要及时把这些药品运出去。小姐，你有办法了？去办吧。哎，凡是韩家的货，都给我仔细整。科长，打听过了，几乎每个码头都有韩家的货进出。把所有的兄弟都算上，确保每个码头都有。是。
传万年。不信抓不到你的把柄。日军截获了中共采购治疗细菌战药品运出城的消息，负责任务的叫飞鹰。飞鹰，上峰要我们截获这批药品，送他家去。送他家里。现在这种紧要关头，不是应该先救人？上峰的命令不得违抗，免得惹上峰不高兴。他拿那批药品有什么目的？他要干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我哥是在码头布下了天罗地网。那我先走了。如果他真是，一定会留下痕迹。没见过他戴啊。万年啊，藏得够深的。飞鹰，我让你插翅难逃。只要抓到了共党，古田的事就可以戴罪立功了。科长，好像看到韩家的人了。走，韩家的货一律扣下。二姐，东西都装好了。一切要小心啊，如叔。哎，听说特务在各个码头都增加了人手。日本人最是狡猾了，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此次药品关系重大。趁天还没亮，我们赶紧出发吧。走。夫人，你怎么在这儿？我就是来看看夫人给我买了什么好东西啊。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我刚路过那城西码头，我听那苏志成扬言说要扣下韩家全部的货，特别来提醒你一下。没想到你排队都排到这儿来了。夫人，你说这苏志成这么针对韩家，是不是因为你在运输什么违禁物品啊？当然不是，就几箱进口的清酒罢了。夫人，我们俩好说歹说，夫妻一场，就算你运药品，我也绝对不会泄露。我为什么要运输药品啊？赚钱呢？现在药品多紧俏，谁不想大捞一笔啊？现在苏志成查得严，可别被逮了。不过呢，我倒是真有一个办法，100%可以躲过调查。他在试探。我这都是合法的货品，不怕查。说好来偷药的，
怎么又和他鬼混到一起去了？哈哈，哎呀，这车上装的都是从日本进口的清酒，珍贵玉碎，请多多通融。哈哈哈，这个呢是孝敬太君们的。哈哈哈。哟西，大日本清酒世界第一。哎，但我们还是要检测啊。韩家的货我亲自查。韩家的货我亲自查。韩小姐的货名贵的很，你们这些粗人不要毛手毛脚的给弄坏了啊！是。苏科长，屈尊亲自查，婉宁心里也放心些。不是苏志成，怎么哪儿都有你啊？你就这么看不惯我们夫妻俩是吧？我收到情报，地下党要通过码头偷运一批违禁药品。我怀疑药品就藏在这批货。你这分明就是欲加之罪。看你这么紧张，这个地下党莫非就是你？给我抓起来！苏科长，这没有证据当面指称我丈夫是地下党，莫非也要把婉宁抓起来不是？韩小姐，这是哪儿的话？这既然不是，那苏科长就例行公事吧。你有什么法子？说来听听。简单，这里亮派也没这个胆子打开。哎，轻点，轻点。科长，什么都没发现。苏科长，这酒是给山本大佐的，这开了封，酒的味道可就变了。给山本大佐的，那就更得检查。万一有人在里面下毒呢？苏科长，你要实在不放心，我喝给你看就是了。喝酒这种事，怎么能交给女人呢？我来。我也曾向往清风明月，我也曾幻想醉笑不回，怎晓得爱神酿的酒。喝完了。苏科长，是这般浓烈。我们可以走了吧？难道是我判断有误？既然是给大佐的，那就给我吧，我替你们转交给他。我替你们转交给他。那就有劳苏科长了。这莫不是他的圈套？哥，哥，你是在查韩小姐吗？我也觉得她十分可疑，
可一定要里里外外的好好查查。苏小姐，你对我夫人放尊重点儿。我之前是得罪了苏小姐，看来只有我出丑，才能向你心得恨。哎，行，我苏妹妹不跟你们计较。哥，今天就先放过他们吧。行，我听你的。这酒是要送给山本大佐的，与其让他们送，不如哥哥你送。有道理，还是我小妹聪明。用我的车把酒送回家，这样就没有人说你中饱私囊了。来，把这2箱酒搬到敏敏小姐车上，剩余的全部扣下。来，笼中的鸟儿不再向往天空，放心吧，中的人儿，我们那些酒我会一瓶不少的全部给你拿回来。放心吧，那些酒我会一瓶不少的全部给你拿回来。苏科长，那就先告辞了。谢了。你说什么东西？你到底耍什么花样？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了？我没事。荣叔，我跟你一起去。他本来就讨厌你，我自己去。荣叔，我们走。叶凡，你为什么要帮我？我想你，赚钱养我。把酒给我。你怎么样？没事吧？我没事，你现在赶紧回去稳住你哥，剩下交给我，免得他怀疑。主任问责下来怎么办？我的错，抓紧去办。好吧，那你欠我一个人情啊。我知道。怎么样？酒呢？酒在后备箱。我谁中毒？那你平时花天酒地都是骗人的，不能喝很澄清。怎么还这么烫啊？夫人对我的身材可还满意？醒了也不知道说一声。夫人，我身醉方醒，身体还很虚弱，你要不再帮我擦一擦，或者你抱抱我也行。那这样呢？有好些吗？夫人才是我的良药。
一群废物！想要共党，最先拼死抵条，把六根月走了。我的息怒，是因为共党太狡猾，还找借口。大佐，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下次我一定抓住共党，将功折罪。如果再失败，统统就拉出去毙了。狗娘养的小鬼子！哎，我一定完成任务。大佐，韩二爷到。家主阁下，您吩咐的事情我都办好了，这次一定会让韩婉宁交出韩家的全部家产。yes， 他也投靠日本人了。知道错了吧？好吧，啊！主任，叶婷她知道错了。1个月之内拿不下韩家，军法处置。你伤着这么重，我带你去医院吧。不用了，这点小伤，抹点药就好了。你这样回去，韩婉你肯定会发现的。不如今晚去我那儿吧。还有别的去处？小姐，嗯，银行终止了与韩家的合作。银行为什么要这么做？说是有人给银行传话了，勒令他们收回给韩家的贷款。龙叔啊，你去把高行的掌柜都叫过来算一算，账面上到底还有多少流动资金？一定要秘密进行，切勿引起恐慌。好嘞。进。小姐，太晚了，你该休息了。没事儿，龙叔，你回趟家跟姑爷说一声，我今天晚上得把这些工作处理完，让他早些休息，不要等我了。刚刚蝶来香的小厮来传话，蝶来香说什么了？说姑爷去了蝶来香，今晚要在那留宿，让小姐不用等他了。山海，这哪里是惩戒，分明是往死里打。身为党国的特工，公然违抗命令，理应受罚。那也不能下这么重的手啊！今天晚上先在您这儿留宿一晚，明早再回去。韩婉宁现在被银行追债，自顾不暇，你怎么还在这儿？韩家发生什么了？银行让韩家提前还贷，要是还不上的话，韩家就破产了。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听说了。叶大少文，请放心，就算韩家破产，该给你的赔偿1分钱都不少。不是，我可以解释。不必了，因为我本来就是契约夫妻，逢场作戏罢了。你在外面的事情我一律不管，那以后我们韩家的事情也别插手了。婉宁，看来这回是真生气了。这里银行的期限只剩1天了，婉宁啊，不是叔叔们为难你啊，这商场刀光剑影，你一介女流，终究是应付不了啊。不是还有1天吗？你怎么就知道我解决不了？还是叔叔们串通好了银行，不让他们借钱给我？宁，
你是诬陷人！这明摆着就是你能力不足，现在没有一家银行愿意借钱给你。爹，我下天之令看到了吗？国家千疮百孔，这些却还没有一起思路，在这里互相吊单。工商银行愿意借钱，工商银行愿意借钱。韩小姐，通商银行愿与韩小姐携手共商合作宏图。难道是父亲的生前好友费？多谢陆行长，那有通商银行的支持，我们韩家定能渡过难关。陆某看了韩小姐的商业计划书，对于韩小姐的经商理念十分欣赏。商业计划书？既然这张行的事情都解决了，那大家都散了吧。慢着，那这商行亏空的账，我们该算一算吧。是谁这么胆大啊？竟然敢挪用公款！能说，最近这有几笔账呢，打给了一家叫昌荣商贸的租客公司。我们查到啊，这家背后的老板是三叔的小舅子。三叔，你要不解释解释？你算诬陷人！诬陷，这账目上清清楚楚，算诬陷的。老三，平儿你看的挺老实的啊，没想到你私下里竟然干的这么气囊的事儿，你太让我失望了。好，我承认是我干的。可是我为韩家我兢兢业业，我拿点钱我怎么了我就？蠢货，骗人当枪使不自知。那既然三叔承认了，就交给警局吧。来人，带走。你干什么？放开我！二哥，我不想，我不想回去了。二哥，陆行长，刚才让你见笑了。不过我是有些好奇，陆行长是怎么知道我们韩家缺钱的？国家欺弱，竟然被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国欺辱。韩小姐的商业计划书中所提的实业救国，正是陆某生平所愿。若是我中华人人就如陆行长这般身怀民族大义，何处不把日本人早日赶出中国去呢？韩小姐真是巾帼不让须眉，没有辜负故人之子所托。故人之子？对呀，你的商业计划书就是他交给我的。原来如此啊！那陆行长可否告知恩公大名，晚宁想赶日登门感谢。你们夫妻啊，真是太有意思了。好，韩家的危机已经解除了，陆某先行告辞。好。岳凡，好看吗？夫人这么爱看，怎么不钻进去看？我又不拦着你。那银行的事儿，谢谢啊。你都知道了，那你不给我一个奖励？找你的蝴蝶小姐去。夫人，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夜不归宿了。我一直为夫人留着清白之身，不信，你可以改日查验。那蝴蝶小姐风姿绰约的，你就没有半点动心啊？蝴蝶小姐是风姿绰约，但我只为夫人倾心。我不信，除非我现在查到。怎么了？我看看。啊，没事，这床太尖锐了，把我扎住了。夫人，这天色也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我没说不让你回来住。夫人愿意与我同床，我倍感荣幸，但我不配。夫人该好点。爱睡不睡？穿这么多珍珠戴身上，你不硌吗？自己照顾好自己，别太累了。我零花钱够用。我在你眼里就是这个赚钱的工具呗。何止啊！我在你眼里就是这个赚钱的工具呗。何止啊！走了，走吧。又有新任务？没，我担心你的伤，特意带了药给你，记得吗？上次帮你运药，你是要谢谢我吗？你想要什么？这周末一起看戏。可以。婉宁，怎么可能？你看错了，韩家大小姐日理万机，哪有时间来看戏啊？也是。全部检查一遍。韩小姐，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你那吃软饭的赘婿呢？苏科长，他叫叶凡，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你管不着吧？韩小姐，别着急走啊。最近我得到个消息，说韩小姐7年前曾多次往返于晋察冀边区，那边好像是共党的地盘。晚年同志，组织研究决定派你前往晋察冀地区，接受专业的地下组织训练。苏科长，我是一个商人，我虽然是去做生意的，有什么问题吗？就随口一说。韩小姐，我请你喝一杯。不好意思啊，我要回家了。韩小姐，你这是不给苏某人面子。放什么？我对你可一直是……放开！把你的脏手拿开！你不是跟苏小姐看戏去了吗？我想跟你一起看。苏科长，春宵苦短，慢饮。叶凡，老子早晚收拾你！
那你好好休息。你喜欢我吗？落花醉了眉眼，恍若人生是初见。心事褪了红颜，眼前相思已零落。漫漫岁月分不清何处是归期，恨不知心底的在意。月光如水，混进了浮华的酒醉。哥，周末我想约叶凡去。原来哥哥一直在查韩婉宁。对韩婉宁这么感兴趣？我就是帮你看看这个韩婉宁到底值不值得我哥这么费心。7年前就开始资助福利院，这韩家还真是有钱。福利院？哦，叶凡跟我说过，韩家每年都要给这个福利院捐好多好多钱呢，也不知道这么个小福利院用着这么多钱。好多钱，这古田被杀，药品被转移，韩婉宁都在县城，这么一个小小的福利院用这么多钱，就那么几个孩子，吃喝能用多少？哦，我知道了，外面都说韩婉宁她爹是抽大烟死的，用福利院打掩护，买烟土。没错，不过不是烟土，应该是更难搞的东西，应该就是地下的老公。小气不好了，日本把福利院给围了。福利院暴露了。上面说，福利院常年的工本特工飞鹰，如果这个飞鹰部自动现身的话，他每隔1个小时就杀一名福利院的孩子，直到杀光为止。杂碎。小姐，你干嘛？你可不能去，日本人就等着你自投罗网呢。先救孩子要紧。荣叔，你现在这把消息一定要给哥哥报上。我知道飞鹰是谁了。苏镇长君，你确定飞鹰今天真的会来吗？放心吧，大佐，有这些孩子做诱饵，不信他飞鹰不出现。也是，只要能抓住飞鹰，大大的有赏。嗨，住手！副社长，放了孩子，有什么事冲我来。我也不懂，那你告诉我，韩婉宁是不是飞鹰？你们要我承认韩小姐是飞鹰这种明目张胆的栽赃，也只有你们日本人能看得出来。喂，你们无凭无据，凭什么乱诬陷人？孩子们有什么错，还放了他们？你们说福利院藏有地下党，你们有什么证据？要是再敢抗议，就是在和咱们机关作对。那就等你看。连长，就杀我，放了孩子。好，那就从你开始。连长，
从现在开始，每隔10分钟给3个人。畜生！海棠姐，走，婉妮，你身份特殊，不可以跑，我先去看看。烽火燎原，燃尽黑暗迷茫。你指针点亮黎明的方向，初心不灭，化作春风不上岗。这城市如你所愿般明亮。放开孩子！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废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废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做不对？证据，我证明给你看。郭大佐，星火燃起的天空。烽火燃尽黑暗迷茫。你指针点亮黎明的方向，心火不灭，春风不上岗。这城市如你所愿般明亮。婉宁同学，恭喜你，此次正式批准你加入浙东特委，代号飞鹰。婉妮，身份特殊，不可以跑。这就是在和大日本帝国作对的下场。素质证据，帝国会给你大大的奖赏。嗨，谢谢大佐。他是飞鹰，那韩婉宁呢？不要，不要！大姐，他是为了救我。没事了，他是为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你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你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我会保密。日本人欠下的血债，我会让他们血债血偿。哥，你脸色不太好。那个地下党用的枪和子弹型号和刺杀古天的一模一样，现在基本可以认定他就是特工飞鹰。日本人在远东战场多次失利，现在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哥，你不会有事吧？哥想好，等我攒够了钱，咱们就去香港过安稳的日子，再也不用受任何人的欺负。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呀？这是栽赃，这是陷害！日本人为了掩盖他们滥杀无辜的罪行，竟罔顾事实，诬陷院长联合地下党诱拐儿童。所有报社口径一致，应该是被日本人控制了。他们当初也是这么对我爹的。我们迟早会讨回来的。乔姐，还有这个。怎么敢的？二叔竟然勾结山本，贩卖烟土。他知不知道这些烟土贩卖换来的钱，全部变成了子弹，射向了我们自己的同胞？当初我爹就是发现了他们的勾当，所以被他们联合杀害的。这群畜生！国家危难关头，不想着如何救国救民，竟为一己私欲滥杀无辜。像这种人，该诛之。
小姐，一定给老爷报仇啊！如叔，你请。他们肯定还会继续交易的，你去查一下他们下一次交易的时间、地点。这次新账旧账，我们一起算。你怎么来了？我来帮你啊！帮什么忙？一会儿打起来刀剑我眼的，赶紧回去，这里很危险。夫人，你把我想的也太弱了吧？哎，二爷，货都装好了，都仔细查验过了。哎，放心吧，二爷，都是上等的货色。这批货是山本大佐钦点的，不能出现任何差错。明白。你看着我眼光。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杀我？贩卖烟土残害同胞，死有余辜。跑起来了，你们一个都跑不掉。队长，叶军现在来了，下线烟土和兄弟们先撤。同志们，撤！下次别让我抓到你，等会全剥了你们的皮。谁还有假烟土来骗我？大佐阁下，这分明是有人在牵后，请大佐阁下明察呀！我的人都听到了，你还敢狡辩？这么大一笔匿名巨款，还说跟你没关系？给我闭了！大佐阁下，大佐阁下，冤枉啊！大佐阁下，大佐阁下，大佐阁下，冤枉！爹，日本人欠下的债，我会一笔一笔跟他们算清楚的。走吧。小姐，你要给姑爷的宅子准备好了。我们之间只是交易关系，人情也恩爱夫妻，人和祸不干涉。等到我拿到家主之位，就离婚。到时候，我会给你一个大宅子，作为补偿。夫人，我来接你下班。恭喜啊，坐稳了长家之位。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的话，我也骗不过山本。给我的？我们之前不是说好，等我坐稳家主之位就和离。宅子准备好了。你再说一遍，这是什么？我自从遇到你，我才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答应我，别离开我好不好？好。我这辈子缠定你了。大佐，韩二爷是被冤枉。您看，这是刺杀古田的凶手用的暗器，抢走货物的人极有可能是飞鹰的同党。哎，挺该愚弄啊！此人还抢走了一辆警用摩托车，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线索寻找目击证人。我听说中土特务萧最擅长使用暗器，抓到他，我要将他开膛破肚。听说日本人的烟土被劫了，还借日本人的手除了韩家二爷，你做的？是我做的。可我听说
抢日本人的是2个人，那个人是谁？我的现任。好一个现任！你知不知道这批烟组值多少钱？对党国的军费有多重要？可是他就算再值钱，也不能靠毒害同胞的性命来换取。哦，那你说靠什么？靠我们所有中国人齐心协力，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主任，您别生气。韩家富可敌国，拿下韩家，军饷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可韩家在抗日前线积极捐赠，我们怎可行如此下作之事？下作？哼！我看你是在韩家当赘婿当得太久了，忘了自己姓甚名谁。叶婷，你怎么能顶撞长官呢？我没有错。靠毒害同胞性命、戕害民生来换取利益，这与日寇有何区别？反了，这是反了！主任，我回头劝劝他。忘了自己吃的是哪家饭。主任，我有办法让他继续为党国所用。哦，小姐，这是裁缝铺送来的几批上等的布料，您挑一挑，趁着生产做几身新衣裳。这个藏蓝色布料好，到时候给叶凡做几身西装。小姐和姑爷的感情是越来越好了，老爷在天之灵有知，会很高兴的。哈哈哈哈。叶凡，你回来正好，我选了一个藏蓝色的布料，想给你做成西装，到时候在我生辰宴上穿。听夫人的就好。你生日宴上，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特殊的礼物？什么礼物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特殊的礼物？什么礼物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要是有些小秘密没告诉，后来被你发现了，你不会怪我吧？难不成你在外面养女人了？我夫人倒是会打算盘，还杀的鬼子，性格还那么温驯，腰还这么娇柔。这么随便。行了，那我再去看看，挑一挑啊。婉宁，如果你知道我不是真的叶凡，还会接受我吗？小姐，海外来信是关于姑爷的身份调查结果。荣叔，叶凡真心对我，我还怀疑他。婉宁，生日快乐！这什么？你的生日礼物啊，喜欢吗？很喜欢。待会儿再上来看吧，宾客都等着呢。舞学会了吗？真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呀！确实是郎才女貌，可惜呀，是个冒牌货。我才是韩家的女婿，叶凡。我才是韩家的女婿，叶凡。他是叶凡，那他呢？哎，怎么两个叶凡？这谁才是真呢？是时候让真叶凡出来练练。婉宁妹妹，我是你的叶凡哥哥。他是假冒的。你是叶凡吗？只要你说是，我就信你。对不起，婉宁，我不想再骗你了。早会出现，晚会出现，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
我倒要看看你在耍什么花招。这冒牌货就是冒牌货，安妮妹妹，我才是你的丈夫。你说你是叶凡，那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是他找人软禁的我，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那他把你软禁在哪儿？婉宁妹妹，你这是不相信我吗？我只相信证据，除非你有证据证明他是假的。小姐，不久前呢，我去海外调查了一下真正的叶凡，证据就在这里。谁在说谎，一看便知。婉宁妹妹，你快说呀，谁才是叶凡？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不对，我才是真的。他是假的。竟敢冒充我的丈夫，柔说，把人给我拖下去。我是叶凡，你们被他骗了。刚才只是一场闹剧，大家继续。哥，你干什么？你不能这样。哥办正事，别胡闹哈。慢着，安小姐，生日宴会开始之前，我得带走一个人。苏科长，哦不对，该叫你苏副主任。带人闯入我的生日宴，这是何用意啊？前几日码头发生一起枪击案，根据目击证人证实，其中一个杀手就是贵府的赘婿叶凡。苏科长，你仅凭一个陌生人的话，就断定我是杀手，未免有些公报私仇吧？再加上这个呢？难道他就是想？再加上这个呢？原来他一直就在我身边。这根银针是其中一个杀手留下的，上面有他的指纹，带回去验一验，真相自然一清二楚。一旦萧的身份暴露，他的性命危矣。哥，你会不会弄错了？他怎么会是杀手呢？我不只怀疑他是杀手，我还怀疑另外一个杀手就在这儿。苏科长，你怀疑我，把我带回去调查便是，何必牵连别人？婉宁，生日快乐！拿下！哥，你会不会搞错了？敏敏，别拿小孩脾气。叶凡，没想到你也有落在我手里的一天，你还真是让我对你心服。这个吃软饭的赘婿，哼，居然是个特工，好演技！你最好给我老实交代出你的同伙，这样可以少受点皮肉之苦。你不配知道，山本君，只有像您这样身份尊贵的人，才能跟我同等交流。你过来，我告诉你，我的同等到底是谁？呀西，识时务者为俊杰。大总，小心要失诈。苏志成，在山本君面前，也有你说话的份儿。我大日本帝国最重视人才，只要你能交代出你的同党王军，会给你条活路。我说，我的同党就是他。
苏志成，大总，你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这个人狡猾的很，心肠大大的坏。苏兄，之前我们可都说好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上次偷运药品的事情，不是你亲自督查的吗？我就知道你是这个人。哥成，山本君，你看到了吗？他现在真相被暴露了之后，他就要杀人灭口。德志山君，为了证明你的清白，你先去宪兵队接受审查，这里会有其他人接受审查。给我等着！苏小姐，能不能找个地方聊一下？韩小姐，我和你之间好像没什么可聊的吧？你想救叶凡，我也是。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如果你愿意救叶凡，这家珠宝店就归你了。为了他，你真舍得？钱财乃身外之物，我是真的想救叶凡。可你明明知道他不是真正的叶凡。不重要，我知道他有很多事瞒着我，但是他从来都没伤害过我，还一次次的帮助我，所以他是谁不重要。你以为我在乎你的珠宝店？我也爱他。你如果真的想让我帮你把他救出来，那你就应该离开他，把他让给我。他身份已经暴露了，我会带他去香港，远离纷争。好，我答应你。等你救他出来，我给你们买船票。叶凡，你想整我还嫩呢。苏科长，有件事想跟你聊一聊。想救叶凡，不可。只要你放了他，任何要求你随便提。那就今晚红袖宾馆。等我。你们两个守好，小心他耍花样。是。苏科长，等你好久。韩小姐，为了个赘婿，你牺牲至此。苏科长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余生与你不亏的。我等这一刻很久了。幸好我有防备。嘿，小姐，你没事吧？没事。外面的都处理好了。小姐，你想好了，真的要送顾爷离开？只要他能平安，那计划现实，
好吧。今儿要是有个长久，菜不错。哟，李小姐。我哥呢？哦，刚刚有事儿出去了。这么不巧，我刚给我哥熬的鸽子汤。要不两位大哥趁热喝了吧？这么不好意思？没事儿的，我哥经常给我提醒你们，说你们都是他的兄弟，他的就是你们的。来，快分一分吧。谢谢敏敏小姐。谢谢敏敏小姐。你快醒醒，我马上就你出去。敏敏小姐，这是做什么？我交代了，不能放犯人离开牢房半步。人我今天必须带走，识趣的你就让开。敏敏小姐，别逼我开枪！敢，放他们走，放他们走。走。谁让你拿枪指着敏敏的？哦，敏敏小姐她……这里是政治保卫部，你们走不掉的。对，放他们走。阿万宁，想要救人没那么容易。哥，救叶凡是我的主意，我求你了，你把他放了吧。敏敏，从小到大，什么事情哥都可以依你，这件事情不行。阿万宁，你是乖乖自己投降，还是我杀了他，然后再抓你？苏支长，我本以为你给日本人做事，不过是乱世求生，现在看，你就是给日本人当走狗，当惯了。少废话！我数3声，是我先杀了他，还是3、2？你这是干什么？哥，看在咱俩兄妹一场的份上，你把他放了吧，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敏敏，我可是你亲哥，要这么逼我吗？走吧。哦，就这么放他们走了？被山本大佐知道了，饶不了咱们。敏敏，哥，你多保重。叶凡，我一定杀了你！照顾好他，放心吧。婉宁，婉宁，婉宁。
婉宁，他去哪里？我们为什么要来码头？他让我带你去香港，远离这个是非之地。不行，我不能跟你去香港。你已经暴露了，你再不走会死的。现在国家危亡，日寇未除，我们必须要把日本人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这个，别，轻点，轻点，饭了啊！你等我，我去看看。奇怪，赵峰在这里干什么？依邻居，我等了你这批武器很久了。少峰，你这是在干什么？竟然勾结日本人贩卖武器，残害同胞！既然被你撞见了，那我就不能留你。叶凡哥哥，你就没从你哥那儿打听到一些有用的消息？还是叶凡哥哥懂我，知道我最爱喝。我担心你的伤，特意带了药给你，记得吗？又会被你经过。明明，山本，这可都是美国的上等货，你物超所值。那就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别让他跑了，给我抓住！他跑了，别跑了，快，兄弟们，快点！如叔，如叔，你掉头啊！你掉头啊！如叔，如叔，你掉头啊！不行，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你做呢。如叔，明明，明明，不，不，咱不去香港，哥带你回家。小姐，这苏志成天天跟着你，他到底想干什么呀？一条疯狗，不用管他。啊，已经跟了韩婉宁1个月了，还继续吗？难道他真的死？继续给我盯着。头，最近军统的人送来不少小黄鱼儿，想知道日本人的细菌作战计划的事。管他中统军统，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交易。据我所知，共党的人也在了解此事。韩婉宁，给我盯紧了。是。多地受灾原因，特地以紧急行动掌选救灾各个人员。细菌作战计划，日本领事馆山本。
不愧。小姐，这次3天后在日本领事馆举行中日亲善晚宴的邀请函，浙东特委的同志们都联络上了吗？打过照面了，一切按计划进行。如叔，你把那个叶凡叫来。叶凡去叠来香了，有传言说他近日天天去听蝴蝶小姐唱曲。叠来香，他以前也经常去的。韩小姐，稀客。我要找蝴蝶小姐有事，让开。韩小姐，实在抱歉，蝴蝶小姐在上面接待贵客，现在不太方便。贵客，我去看看。韩小姐，你这在硬闯啊！叶凡，蝴蝶小姐，我说我韩婉宁怎么得罪你了？一而再的勾引我男人啊！从来都是那些男人来找我。韩小姐，请坐。蝴蝶小姐温柔可人，也怪不得有些人总过来找你了。韩小姐兰心蕙质，定是有人愿生死相许。说那些男人干嘛？我一直想跟韩小姐成为朋友。这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想过来找你聊聊天。听说有贵客来，不打扰吧？就是个送请帖的，日本领事馆的亲善晚宴。韩小姐也收到了吧？那3日之后见了。对了，我可是一个人，到时候你也不要带舞伴过来哦。行，咱俩结伴。其他男人要想请韩大小姐跳舞，都先过我这道关。走了。3日后，日本领事馆不见不散。韩小姐，山本大佐到。哈哈哈哈哈！欢迎大家来到中日亲善晚会。我谨代表大日本帝国及天皇陛下，感谢各位的到来。泽至成见，大嫂。保险柜在2楼的第3个房间，钥匙在山本的身上。大嫂，我先失陪一下。韩婉宁，苏副主任，总不喝一杯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今晚的目的，我会盯死你。随你，随你。好，京城合作。山本大佐，可否邀请你跳一支舞呢？能与韩小姐共舞，是我的荣幸。请。
两位太君，我有点喝多了，找不到住的地方了。哟西，送上门的小美人，那可得好好玩玩。苏副主任，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您，可以请您跳支舞吗？一边去！哎呦！蝴蝶小姐，咦，怎么了？想请苏副主任跳支舞，想不到就被他推到地上了。又换香水了。像这种事情，怎么能交给家主来呢？赘婿来就好了。还是找没个正经。正经的事儿，办完这些回去再办。帮我拿个剪刀。就他了。这一次，无论生死，我与你一起。这么久没见，想我了吗？想。饿了吧？想不想吃西湖醋鱼？走，吃西湖醋鱼。啊！别要！我去杀了你们！哎，快救救他们！站住！我派司令今天就让你和他陪葬。苏志成，苏敏敏是被他中统上峰杀死的，跟叶凡无关。上峰还中统，明明从未与我提及，就休想骗我！叶凡，叶凡，你怎么样？我想你为什么那么对他？王公子，就算不是你杀的，跟你也脱不了干系。信不信由你，但别寄给日本人和汪伪政府做两性走狗的哥哥。他至少坚守住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底线。我现在不杀你，是给他一个面子。真不愧是我带出来的人。你怎么在这里？
我怎么在这儿？要不是李旭中总高层举报我怎么会在日本人面前摇尾乞怜？现在把细菌作战计划交出来！你当日本人的走狗残害同胞，杀害了苏明明，还要作战计划，休想！是你杀了人妹妹？是我杀的幼妹，一条狗而已，我想杀就杀了。小心！叶凡，你坚持住，我们很快就到医院了。是我答应苏明明，我想让他带你离开，但是我没想到他是为了阻止上峰贩卖武器给日本人。上峰当初派我接近你，也不过是为了夺韩家的家产。你放心，我是不会让那些卖国贼得逞的。对不起，我其实还欠你一个真实的道歉。我当初假扮叶凡接近你。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等你伤好了，我们再说。你一定要记住，我不叫叶凡，我叫顾叶庭。好，我记住了，你叫顾叶庭，我记住了，我记住了。来吧，这些粮食，来，放正啊！哎，慢点，那边去，都不成立。好，谢谢。这就快来了，是真的，怎么不是也过来了？来，走，可以，过来，真有劲儿，我帮你。叶条，你终于醒了。妈娘，我有话要跟你说。哎呀，你可算醒了！你昏迷的这几天呢，可把我们的小韩同志给吓坏了。队长，说什么呢？哎，怎么样？这里还习惯吗？这里跟外界传言根本就不一样，没有官腔，也没有架子。叶条，这里没有长官，只有同志。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心愿，就是赶走鬼子，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新社会。叶条，加入我们吧，我们共同战斗，赶走列强。只要能救中国，我愿意加入。欢迎你加入中国共产党，顾叶庭同志。韩婉宁同志，经主持慎重研究决定，顾叶庭同志继续中统高级特工的身份潜伏，明日启程川渝。请组织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各世界の体制と英国の運用とに鑑み、金は英国政府をして米英主義と国に対しの平等権利の実現に継続的に胜利了！胜利了！我的胜利了！胜利了！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哥，我们胜利了！一切小心，照顾好自己。好。
呀，我上。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夜不归宿，我一直为夫人留着清白之身。佳琪，喝酒这种事儿怎么能交给女人呢？我来。上场边处谈话同胞，只有余波。放听我。这一次，我来生死，我与你一起。别离开我，好不好？好。让是非与你无关。我的慌乱，我的伪装，我的不是被你一眼看穿。情剪不断，也不愿剪断。再见。等我回来。故事还没完。夜色织成伪装的网，假面藏锋剑露寒光。信仰如星飞渡寒江，每一步都踩着风霜。刀光剑影刻入沧桑，血雨腥风怀热望。为山河无恙，把生死放一旁。烽火燎原，燃尽黑暗与迷惘。你赤诚点亮黎明的方向，初心不灭，化作春风拂山岗。这盛世如你所愿般明朗。